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这几天的这种横盘的行情，应该是很难让各位赚到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赚钱呀。那我今天节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赚钱心态的问题。为啥很多人他越想赚钱，他就越赚不到钱呢？嘿嘿，这中间可有大学问呢。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新闻，然后呢，在节目的中间部分，我会给大家带来我今天比较深度的内容。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依然会给出近期的币圈的操作思路。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最及时的财经分析、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没能保财保命，可别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 NFT 都是真金白银可以交易的。那这个月的中奖人数依然是10名，大家积极转发，获奖率可不低哦。好，来讲正题啊。今天币圈是有些微涨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涨幅基本上就是2个点左右啊，多少都算是涨了。虽然涨幅不大，但是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和美股强关联的至少曾经算是强关联的，就是说美股涨了，币圈也会涨；美股跌了，币圈就会跌。可是你们仔细观察，现在有点不一样了，币圈微涨了，可美股的3大指数却集体跌了，又或者说美股的3大指数跌了，币圈却涨了。你们看一下，美股的道指跌了0.7%，标普500指数跌了1.29%，纳指跌了2.18%。可是币圈涨了，那么这样一比较，看起来啊，币圈还是逆势上涨的。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那就是之前币圈的涨跌和美股还是强关联的。我相信炒币的老玩家应该都是知道这一点的吧？可是呢，目前呢，币圈的涨跌和美股的关联性却越来越低了。数据性的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只要知道这个趋势和答案就行了。好，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面具人，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个新闻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90后币神、华人巴菲特、币圈索罗斯、神乎其神的孙哥孙宇晨被查了的事儿啊。那这个消息是3月10号传出来的。面具人当时没有第一时间报道，因为我想确定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那当时报道这个新闻的原话是，根据孙宇晨公司的多位前员工爆料以及链上数据等证据显示，孙宇晨在波场期间组织做事团队涉嫌内幕交易，躲避了 ICO 的禁令，涉嫌交易欺诈，通过移民进行洗钱或者逃避法律制裁。目前呢，美国国税局 FBI 都已经介入调查。可是呀，这个事件被曝光了以后，孙宇晨团队是全面否认的。他的团队给出的理由是，他在美国没有任何业务，没有任何资产，所以呢，自己根本不会因为税务的问题被查。所以呢，网上传他被查的这些话都是谣言。根据这种情况啊，面具人，我想说呀，孙宇晨是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也是所谓的波场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币圈的创始人啊。当然了，这是他自己团队吹牛逼的啊。中国币圈的创始人，听好了啊，这是他自己团队说的，牛逼不牛逼啊？大家只需要想一下，他是美国大学毕业的，他在美国能没有公司吗？他在美国没有公司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应该是有啊，咱们也不排除他真的在美国没有公司啊。可是你们仔细观察，孙宇晨弄的币和链，如果说有大量的美国人在使用和购买，或者说他的链和币在美国有大量的倾销、销售，有大量的业务，那其定义就是在美国有业务。那定义就是你在美国发生交易了，那你就要给美国政府交税，听明白了没？所以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孙宇晨的这种开脱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啊。而且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孙宇晨说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你们信吗？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的微博呀，包括他的一些言论啊，就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了。无风不起浪呀，哎，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你说搞这种死鸭子嘴硬啊，打死不认账，还要骗人，搞内幕交易的事情，好像就是咱们华人喜欢做的。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做生意该怎样就怎样，赚钱的方法多了去了。你可以赚正规的钱，你也可以赚坑蒙拐骗的钱，是不是？格局很重要。你要是一味的追求钱，甚至为了钱去赚钱，为了钱去搞内幕、搞欺诈啊，诈骗败露了以后还要死鸭子嘴硬，那这就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而是道德的问题。其实面具人对这些华人的乱象呀，华人坑华人呀，为了钱不择手段，为了钱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仔细观察嘛，华人做生意讲道德的还真的是不多，尤其是海外的华人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海外那就是中国人专门坑中国人，海外华人坑海外华人，对吧？中国人专骗中国人。这中国人为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做啊，什么卖小孩啦、毒奶粉啦、拐卖啦、卖亲妈啦、虐待呀、器官生意啦，总之呢，各种各样的怪异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残忍的事情、缺德的事情，你都能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找到啊。咱们就拿什么毒奶粉来说一下，你说好家伙，一年赚几百亿的大公司呀，他就缺那一点弄虚作假的省的一点原料费吗？啊，他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原料费，他就要毒害那些小孩青少年啊，给他们吃毒奶粉。你说他缺钱吗？他不缺，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儿？有些人说啊，中国人坏是因为中国人穷，可是呢，你去看一下啊，海外的中国人，那些有钱的华人，他也不见得是好人，甚至更坏。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尤其是在国外的华人朋友们，你们更可以观察一下，嘿，咱们中国人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在这里啊，面具人想给大家引入一下动物三要素的概念，那就是进食、筑巢、繁衍。记住了，动物三要素的概念就是进食、筑巢和繁衍。再跟我念一遍动物的三要素：进食、筑巢和繁衍。那我说到这儿了以后，不知道各位已经想到了些什么了没有？想到了请留言打1，没想到请留言打2。来，我接着给你解释。这个进食、筑巢、繁衍，就是动物牲口们生存的核心，它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3点去进行的。他们脑子里面想什么，也都是围绕这3点的。好，我们再来顺着这个思路去观察一下华人的行为啊，无论是海外的还是海内的啊，他们生活的动力就是展示他自己生活的有多好，而这种展示绝非是展示他们的文化思想、他们的艺术能力、他们的社会观点。大部分的华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展示，哎，你们看是不是啊？都在展示什么？哎呀，你看我今天吃了个啥好吃的，来拍照给你们看，山珍海味呀，羡慕一下，美不美？好吃不？哎呀，我今天房子又买了个好的桌子，哎呀，我这个房子好得很，大房子呀，哎呀，我的这个车漂亮得很，来拍照给你们看一看，哎呀，我今天又赚钱了，我牛逼。面具人，我觉得吧，你说你天天吃了啥了，用了啥了，你偶尔展示一下吧，那是正常范围。但是咱们华人啊，大部分人几乎都是顿顿饭拍照装逼。你翻翻你们的微信朋友圈或者是聊天记录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他吃个饭，他但凡只要是吃到好吃一点的东西啊，都要拍个照给你们炫耀一下，装一下逼，对不对？或者是啊，显摆一下他今天买了个好鞋子，他今天买了个好衣服啊，他的生活有多么的好，时时刻刻都在孜孜不倦地展示哦，他吃的有多好，他用的有多好，他住的有多好，他无非就是要传达这个信息。要么呢，就是你跟中国人谈话啊，他始终他的谈话的话题就是脱离不了，哎呀，
谁家吃得好，谁家住得好，谁家的房子好，谁家的车子好，谁家的老公有钱，谁家赚了多少钱，多牛逼。所以呢，你们别看中国人他展示的他吃的有多好，他用的有多好，他的老公有多好，他的房子有多牛逼。我们回到本质再来看，这些中国人的行为，他也是脱离不了动物三要素的。进食吃的有多牛逼，筑巢他的房子住的有多牛逼，繁衍他的老公有多牛逼，他的老婆有多牛逼啊，他的丈母娘家有多牛逼。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嘛？这些华人展示来展示去，说来说去的多牛逼多牛逼的啊！你别管他说的多牛逼，展示的多牛逼，可是他话题的核心始终都是进食、筑巢、繁衍，对不对？好，咱们再往深的想啊，你越往深的想，你就越会发现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可悲。好，面具人，我教你们一个办法啊，你顺着我这种思维，顺着我这种眼光去观察这些华人，你就能体验到，甚至直接亲手的去操纵他们，有一种遛狗耍狗的感觉。那就是你看到他今天做什么，就能知道他明天会做什么；你看到他吃今天这顿饭会做什么，就能知道他吃下顿饭的时候还会做什么。他的行为模式是固定的。当你掌握了这些人的行为模式了以后，你就能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反应。那在这种基础上，你操纵他们，你控制他们，就是易如反掌啊！因为你知道给他什么，他会做什么样的行为啊，就跟遛狗是一样的，听明白了吧？就像你很明显就能预测到，狗见到屎就要上去闻，甚至是吃，这些人也是一样的，他只要吃了一顿好饭，他就会去拍个照片，去显摆一下，去炫耀一下。甚至呢，他不拍照，不去炫耀，他心里面都难受啊！他这顿饭就他妈吃的不高兴，就心里面膈应啊！你如果说让他吃好吃的，不让他炫耀，他就受不了，他就心痒痒，这顿饭吃着都不香。所以呢，各位，如果你站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中国人，就和看狗一样，是没啥区别的。人能预测狗的行为，人也同样能预测这种中国人的行为。既然你能预判他大部分的行为，那你就能控制他。所以呢，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倡什么移民思想呀、共产主义呀、统一思想呀？他就是为了利用这种人性当中的堕落、贪婪、兽性、牲口性，去把所有人统一成为一种工具人成为那种很明显的就是你很容易预测到他，你很容易判断出来他接下来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那这种人就很好统治嘛，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我建议你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包括家庭生活相处当中一定要发现这种弊端不要人云亦云。活着，你说你一个人嘛，你就追求那点你吃的有多好，你睡得有多好，无聊不无聊？根据马洛斯的人类需求理论来看，那就是人嘛，他不追求什么思想层面上的东西不追求什么精神上的东西，是因为他穷，他缺物质，因为穷，所以才在乎物质，只在乎物质。可是呢，当人的物质满足了以后，他就会有思想层面的需求。面具人，我也是搞心理学的，那我认为马洛斯的这个需求理论至少放在现在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放在中国人群里面不适用。我不知道各位观察过没有，就是你跟中国人去谈话的时候，你先抛开他有钱没钱你不管他有钱还是没钱，结果都是一样的。他有钱人也是给你在比他赚了多少钱，比别人多牛逼，他吃的有多好，他开的是玛莎拉蒂，他开的是兰博基尼，他住的房子有多大，他今天又吃鲍鱼了，吃牛排了，对吧？你跟穷人去谈话也是这些话题你说穷人去关注这些话题还算是能比较理解的，但是呢，有钱人他依然是关注这种话题。在咱们华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文化圈子里，奇怪的就在这儿，
那就是无论贫富，他们都是极端的在乎物质，有钱者甚至更甚，他们追求的是物质阶级碾压别人而带来的快感。什么是快感？就像我炫耀我今天吃鲍鱼了，吃生蚝了啊，我炫耀一下我吃啥好吃的，我就是要拍照晒给你看，而且我还喜欢看你流口水却吃不到的感觉。同样，有人晒就代表有人看，你别光说人家晒吃的啊，那可就是有人爱看呀，对不对？有人晒吃的就有人看，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哎，你说你又吃不上，你看人家吃的有多香，有啥意思吗？啊！但是中国人就喜欢这一套，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呀，什么跑男呀，天天看着那些个明星吃喝玩乐呀，好像就跟他自己在吃喝玩乐一样，就跟那种当奴才当着就当出主子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我告诉你，这些个望梅止渴的人，画饼充饥的人啊，当他们有机会吃了一顿好饭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来拍张照片炫耀一下，来你们看我吃的有多好，让看到这些照片的别人，让这些别人和曾经的他也一样，去望梅止渴，去画饼充饥，去羡慕他吃的有多好。各位，你见过有几个华人，包括有钱人啊，谁会主动的和你去谈什么思想、信仰、道德、文化的？你脑子有病吧？啊，你说这些别人都当你傻逼，没人愿意和你谈这些东西啊。你要谈就谈，你有多牛逼，你赚钱了啊，你开的是什么跑车，你住了几套房子，你吃饭吃的有多好啊，你比别人谁还要牛逼。没办法，中国人从小的教育文化当中就没有什么思想层面呀，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国人从小的教育有的就是你要比别人家的孩子强，你要把他比下去，你要把他碾压下去，你把他碾压下去了，你的父母才会夸奖你，你才会有快感，你才会有成就感，懂了吗？中国的小孩根本不用去学什么互助共勉啊，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的力量大，不，我要把它碾压下去，力量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明白了不？其实面具人，我有时候就觉得吧，中国人的这种极端的追求钱，为了钱而去赚钱，就有些像夸父逐日了。你们有没有想明白，钱只是你在操控别人而产生的一种能量，你用钱能操控别人，但是呢，除了钱之外，你还有很多办法能操控别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去给你带来钱，或者说是当你发现了一些实现价值的工具的时候，你同样能产生巨大的金钱。可是中国人不在乎这些，也不在乎什么追求啊。你让他能像什么乔布斯呀、比尔盖茨这些人啊，能像那个谁马斯克一样啊，这些人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钱只是他们成功的产物，他们发现的是钱之外的巨大价值，那些价值才能给他们带来一部分的钱而已啊，这个钱只是衡量他们价值的冰山一角，听懂了没？而不是说啊，我要钱，你就能有钱了啊！你没本事，你没眼界，你没认知，你赚个屁钱呀，是不是？好，那说到赚钱了啊，面具人，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接下来的币圈走势。你看，我上一个节目啊，前几天我说过，哎，这几天会略涨，基本上是实现了吧？啊，2%、3%也算是涨嘛。好，面具人，我再来给你们预判一下啊，那就是接下来从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到15号、16号啊，我认为可能会出现诱多的情况，但是面具人我也不会很乐观。我认为这几天啊，这个市场的走势震荡力会比较强，所以呢，这段时间你去频繁操作的话，风险是比较大的。总之呢，你在这几天啊，你想操作也可以，但是呢，不要把利润期待放太高啊，千万不要贪，操作起来一定要谨慎啊。
这几天你实在想要操作的话，我建议你用小仓位渐进式的操作啊，或者是微利操作啊，或者是你干脆躺平了就别操作了，反正也没什么太好的利润空间，明白了吗？面具人，我这几天基本上是懒得操作了啊，我在等时机。那如果说这几天突然出现了有合适的操作时机的话，或者是好项目的话，那我都会及时做节目给你说的，或者呢更及时的，我当然是直接发到我的会员群里面了啊。那如果你想要更及时的财经讯息，或者是参与我即将带来给大家的今年的革新性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学一学什么画画呀，什么今天你吃的有多好，我睡得有多好呀，啊，净玩那些俗套的东西。OK，我们下期再见，拜拜。